पहले भारत के हक का पानी भी बाहर जा रहा था, अब भारत का पानी भारत के हक में बहेगा, भारत के हक में रुकेगा और भारत के ही काम आएगा।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懒。听说没啊？这个印度啊又要跟巴基斯坦玩狠的了，说要彻底断了人家那边的水。据这个路透社啊6月21日援引《印度时报》的报道，说这个印度的内政部长阿米特沙，这个是莫迪手下最得力的大臣啊，他说了啊，这个印度啊永远不会恢复跟巴基斯坦的印度河用水条约了。这是啥意思呢？就是说啊，这个以后流向这个巴基斯坦的河水啊，印度要自己用了，不给巴基斯坦了。那这事啊，还是得从这个印控克什米尔地区说起啊。之前啊，那发生了袭击，死了26个老百姓。这印度啊，他就借着这个由头啊，宣布终止了跟这个巴基斯坦的用水条约。虽然说啊，这两个国家上个月是刚同意停火，但是这个用水条约它还是没恢复。沙说了啊，那语气啊，叫一个斩钉截铁啊，不。它将永远不会恢复啊！我们要挖一条运河，把原本流向巴基斯坦的河水啊引到拉贾斯坦邦。巴基斯坦啊休想再不正当的获取水资源了。那沙这么一说，这个巴基斯坦那边就彻底没指望了呀。本来还想着跟这个印度能谈谈呢，现在看来是没戏了呀。这巴基斯坦的外交部也说了啊，这个条约啊可没说哪一方啊能单方面退出啊。这要是这个印度真的阻断了流向巴基斯坦的河水，那就是战争行为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呀。水是啥？那水是老百姓的命根子呀。话说这个印度跟巴基斯坦啊，那两个国家就跟这个隔壁邻居似的，中间呢是隔着一条印度河。这条河呀，对于他们来说啊，那可就跟咱们中国的这个长江黄河一样啊，重要的不得了哎，你想啊，这老百姓种地啊、吃饭啊，这个牲口喝水啊，那都是指着这条河呢。这早些年呢，大概是1960年的时候吧，这两个国家也算是有点远见，签了一个协议，名字还挺正式，叫印度河用水条约。那这个协议里面就说好了啊，大家一块用这条河里面的水，你用这个东边几条支流，那我用西边几条支流，大家呢和平共处，井水不犯河水。这个协议啊，当年可是被西方那些媒体啊、专家都夸上了天啊。说啥？说这是南亚和平的最后一道防线，听着是挺唬人的，对不对？这结果呢？现在看来啊，这就是一张进水的废纸，说不定啊早就被水冲走了。你看看印度这些年干的那些事儿啊，简直就是偷偷摸摸的搞小动作啊！他们在这个印度河的上游啊，就像咱们农村在这个小河沟里面拦河截水一样啊，偷偷摸摸的建了好多水坝。这水坝一建起来呢，上游的水是多了，但是下游的水那可就遭殃了。这流到巴基斯坦那边的水啊，那是眼看着一年比一年少啊。就拿杰纳布河上面的一个水电站来说，本来人家这个协议里面都规定了啊，这个水电站啊只能存那么点水，结果这个印度啊愣是给它扩容了呀，偷偷摸摸的存了好多水啊。这下可好，巴基斯坦那边一年就少了30%的农业用水啊！你想想，这农民都是靠天吃饭的，那水都没了，还让不让人活了呀？这不就是断人家活路吗？这更损的是啊，这个印度还玩起了数据战。这以前啊，他们多少还会假装客气一下，告诉这个巴基斯坦一声，说啥时候要泄洪了，让下游那边提前准备一下，转移老百姓啥的。那现在呢，直接就不告诉你了呀。就说今年4月份的时候，这个印度突然开闸放水啊，那水哗啦啦的呀，就像黄河决堤一样啊，直接把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27个村子都给淹了呀，1200个农民呀，那辛辛苦苦种的庄稼全完了呀，家都没了。你说这个缺德不缺德啊？巴基斯坦的水利部长都气得跳脚了，直接就骂印度啊，你这是用洪水当子弹。这话说的真是太形象了啊！这莫迪老线啊，我看他真的是心思活络得很呀。他为啥要搞这一出断水的戏码呢？其实说白了啊，还不是为了他那点选票啊！你想想看，他跑到比哈尔邦去竞选，对着台下老百姓那是口沫横飞啊，说他要建一个恒河印度河运河网，说这样啊就能让那个拉贾斯坦邦那些干旱的农田啊灌溉面积一下子扩大40%，听着是不是很诱人啊？你猜怎么着啊？他这一番忽悠下来啊，支持率立马蹭的往上涨啊！这老百姓他就吃这一套啊！而且啊，这个印度还在这个G7峰会上啊，装模作样的跟那些西方国家说，他们要通过控制水资源来重塑南亚地缘格局。你听听这口气啊，简直是比喜马拉雅山还高啊！重塑格局，这说白了就是想当南亚的老大呗。但是啊，这个印度自己他也面临着非常严重的水危机啊。他
们国家60%的地下水都被过度开采了，好多村子它都闹起了水荒，这老百姓连喝的水都成问题。莫迪呢，他就是想通过截流巴基斯坦的水来缓解自己国内的压力，结果呢，这印度河上游的生态环境都遭殃了呀，那真的是损人不利己啊！哎，你说他图啥呢？面对印度这种断水威胁呢，巴基斯坦也不是好惹的呀，他们也不是那种只会哭哭啼啼的软柿子，也开始反击了。首先呢，他们就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打官司。这巴基斯坦呢，把这个印度告到了国际法院，说这个印度违反了他们两国之间签订的印度河用水条约，违反了国际法。他们还要求世界银行这个老大哥呀出来主持公道，给评评理。其次啊，这个巴基斯坦也开始秀肌肉了，他们把这个坦克呀开到了印巴边境，海军也把军舰开到了阿拉伯海，摆出了一副你敢动我水啊，我就跟你玩命的架势，给这个印度施加压力。那还有最关键的是啊，就是咱们中国出手帮忙的呀。中国帮巴基斯坦建了2个巨型水坝，一个叫达苏水电站，一个叫迪阿莫巴沙大坝。这2个水坝建好之后啊，这个巴基斯坦的水资源调控能力啊，就能一下子提升50%啊，还能提供好多电力。这对于又缺水又缺电的这个巴基斯坦来说啊，那真的是雪中送炭呀。而且这个巴基斯坦还通过咱们中巴经济走廊还建了一个海水淡化厂，以后啊他们就能自己生产淡水了。有了这些措施啊，这个印度啊想靠这个水来卡巴基斯坦的脖子啊就没那么容易了。巴铁也不是白叫的，这水呀本来就是生命之源啊，是老天爷赐给咱们的宝贵财富啊。结果呢，现在却成了国与国之间斗争的武器。这个印度啊把这个水资源武器化，短期内啊可能是能捞到一些什么政治上的好处，但是长期来看啊，我跟你说肯定会出大问题的呀！这联合国的水权专家都说了啊，当这个水龙头成为扳机的时候啊，没有真正的赢家。这场水战争的结局啊，不在这个印度的运河图纸上，而在喜马拉雅冰川的融水速度里。那如果这个全球变暖啊，导致印度河的流量持续减少，印巴两国迟早会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共享水源，互相合作才是唯一的生路啊！好了，今天就给大家唠到这儿了，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